今天讲的是 Open Agent Leaderboard， 它是 Hugging Face 上的一个公开基准。IBM Research 在摘要里也有介绍，它把完整 Agent 系统作为评测单位。这次变了什么？质量和运行成本同时被量化并公开。为什么现在要在意？因为上线决策不是只看模型聪明不聪明，真正决定可行性的是 API 调用、工具接入、并发和 token 成本。背景先说清对象，这里的被评测对象不是单一模型，而是端到端的 agent， 包含 prompt、工具调用、重试逻辑和最终结果判定。Leaderboard 的目标是把任务成功率、质量和每次成功的成本放在同一张表里，这样你能同时比较哪个方案更靠谱，哪个方案更花钱。关键变化之一是把成本显性化，不再只是报告正确率或对话质量，同时报告调用次数、token 用量、工具调用等成本相关指标。这对工程决策很重要，能快速筛掉表面聪明但长期费钱的方案。真正值得讲深的一层是工程胶水这个概念。技术原理上，这一类平台省掉的不是模型调用本身，而是可观测性、失败恢复、回放能力和长流程编排这些工程胶水。换句话说，它卖的是可运行、可运营的端到端执行能力，而不仅仅是更好的一次预测。一个内行人会先盯两个信号：第一，看评测是否把工具调用、错误处理和重试计入成本；第二，看成本统计有没有把并发和重试考虑进来。如果忽略了这些， bench 上的成本会被严重低估。还有一个观察点是 trace 和可回放性。做过多步流程的人会先看 trace 能不能回放，失败能否重试，并定位原因。这直接决定这套方案在真实生产里能不能被运维和调优。常见误区要提醒两点：第一，不要把高分直接等同于可生产；第二，不要以为它让 agent 更聪明就是全部收益。很多时候，它的价值在于减少团队在工程胶水上的投入。实操上，第一步很明确，去 Hugging Face 的 Open Agent Leaderboard Results 页面，下载评测 Harness 或运行实例，在你自己的典型样本上跑一次 POC。实验时重点看这些指标： API 调用次数、token 用量、外部工具调用次数，还要记录延迟、失败率和重试次数。关注并发下的成本变化和任何密等性或缓存问题。建议先用10到20个最具代表性的样本做一次端到端跑测。如果评测结果吸引你，下一步是把 trace、回放和失败恢复链路接起来，验证能否在真实并发、网络抖动和外部工具异常下稳定运行。这是把 bench 转成 SLA 的必要步骤。边界要说清楚，这个批准有价值，但不是万能的。评测依赖任务集、prompt 模板、工具链实现和并发策略。不同产品的典型样本可能让排名发生较大变化。总结一句话， Open Agent Leaderboard 把能不能做和值不值得做放到同一张表里，它帮助你初筛方案，尤其是在多步流程和工具调用场景下。第一件事是把你的典型用例丢进去跑一遍，重点验证成本和失败路径。留个问题给你们思考，在你们的产品链路里，哪个成本指标最容易被 bench 忽略？在评论里说说你最担心的那一项。